有些改变是陪一个人走了很久以后才会慢慢看见。2年多来，这个家一直陪着外婆重新走进真实的生活，只是今天他们才发现，付出了很多并不代表彼此已经真正明白。你想去我们去，不想去我们就休息。我要知道你想不想去，就告诉我你想不想去了。不说想不想，去的去，不去的不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2年前，外婆刚来到亚特兰大的时候，不会开车，也不懂英文。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以后，她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看手机、看电脑。熊爸熊妈担心的，并不只是她每天沉浸在网络中，他们更担心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越来越小，身体、心情，还有人与人的连接，也会跟着一点一点退缩。所以这2年，他们开始慢慢把外婆往外面的世界带。我得跟人家打招呼，对吧？星期2的生活你去不去？你给我个主话，我好跟人家打招呼啊，也得尊重人家吧。我给通知人家。没必要，人家忙前忙后半天，你根本就没心情。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神经兮兮的。开口我说我不去，你们要我去，现在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习惯了，你又要我说去不去，我怎么说去不去啊？是啊，因为你开始没有经验嘛，让你去体验一下，你体验过了，你现在比较了去和不去的区别。去嘛，行了嘛。星期2、星期5去老人中心，星期天去教会，团契有活动的时候也尽量参加，有人可以帮忙就请弟兄姊妹接送，需要自己接送的时候，熊爸熊妈就开车。一次活动看起来没有什么，可是1个星期、1个月、1年、2年，这些看似普通的安排，一点一点填满了外婆原本单调的生活。我不明白，你没有跟我说你在开玩笑，你刚才说的那明明白白我们出去玩嘛。没有啊，我们没有在说去玩。我是出去玩啊。你要跟我讲，你这说的。我讲不清楚。那你现在能讲清楚？我现在不想讲嘛。那你又不想讲？你们一说2个都来了，围着我说是什么意思嘛？那希望你能清楚表达。我清楚表达了啊，我说去了，还要嘛？什么？我已经说了去了，你还要嘛？啊，那就行了嘛。也没什么。我原来最开头我说不去，你们强迫我去，现在去习惯了，你让我表态去不去？你说我怎么表态嘛？不是说喊你表态去不去，是问你想不想去，因为你刚才跟我说你没有自由时间啊。那我觉得明明是说去玩嘛，大家。那你要告诉我你在说这玩。哎呀，玩的不用说。别走，哎呀，有毛病嘛，那么对。哎，不是，你说过你要告诉我，你要告诉我你在说什么？对，你在我面前说过，你记得吗？说完要先打个招呼，记得吧？对吧？这个我们讨论过，你记得吗？对吧？咱说事儿就说我们说事儿，咱说得完，咱得打个招呼，这个我们讨论过的。对呀，你不能说这个事儿说着，你开玩笑，还不给我打招呼，你在开玩笑。这我也把你们供一起，要把你们供起，反正没办法。我没需要啊，是你在跟我们说你没有自由嘛？敬拜起。是你说你没有自由时间，对不对？我说自由时间那个就少了，我并不说没得自由时间，而且我也没有说怪你咋子，都是在开玩笑说。不是，因为我的认识是，这就是你的自由时间，你的自由时间你要看手机。然后看股票，去松博，去总会，这都是你的自由时间。你把你的自由时间安排了这些活动，但是你今天告诉我说这些，你现在也说了那些嘛，我也没表示反对。你刚刚说了一句，我来提醒你，看记得，你说去中华总会吃饭是我用时间去换的，你记不记得你说这句话？听起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时间比较重要。你觉得时间不重要吗？所以我们才想问，不说了。所以我们才想问你要不要去，是这个原因。对呀。可是今天一句浪费掉了，还是让熊爸熊妈心里沉了一下。原来他们眼里的丰富生活，在外婆那里并不一定一直被这样理解。熊爸熊妈记得的是2年来一次次接送、安排和陪伴。外婆记得的
却还是最开始那个不想出门，却被儿女一次次推着往外走的自己。同样的2年，3个人记住的，竟然不是完全相同的故事。听起来拿时间换饭不划算，好像是这样。那是你想法吧？那你要不要接着用你的时间去换饭吃？那是你说我在那里去吃了饭，又没亏我，又没怎样。我说不存在亏不亏，我是拿时间去吃的呀，我不是没花时间的，别人跑去吃饭。不是拿时间去换，是咱家钱去换。对呀，你说的对，你现在不想去，我勉强你去，没错，因为你都没有体验过，我一定要勉强你去。那我刚才也说了，你已经体验了2年了，现在你可以做个选择了，你是不是真的还是不喜欢？你不想去，我就可以停，因为我也是花了钱，你花了时间，对吧？何必花这么多代价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？如果你说2年体验过了，我觉得不错，我习惯了，我喜欢了，那咱们继续，你花时间，我花钱，咱们去玩，是这个意思。你有对比了，我就不用勉强去体验了。真正让熊爸熊妈难过的，其实不是那些花出去的钱，也不是接送的时间，而是他们忽然不知道，这些年努力为外婆做的事情，究竟已经成为了他喜欢的生活，还是只有他们自己认为这样对他比较好。照顾一个人久了，很容易因为爱而替他做许多决定，所以今天他们想重新问一次，你喜欢我们继续，你真的不喜欢我们就停下来。是的，爱需要付出，也需要学习听见另一个人的声音。说了很久，绕了很多弯，甚至几次差一点又说不下去。3个人终于把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说清楚了。原来外婆并不是不想过现在的生活，老人中心她愿意去，教会她愿意去，松柏团契她也愿意继续参加。有些2年前由别人安排进去的事情，不知不觉间真的已经成为了她自己的生活。而从今天开始，这些生活也不再只是熊爸熊妈替他安排，他们开始一起决定。去不了的，你想去我们海外，人家也不让，放心，我们也会还用功。所以呢，星期天上午北堂，下午中华基督教会你要继续去，是吧？下午周五的中华总会你想继续去，对吧？活动，无论是星期二，还是星期六，还是暑假，只要有活动你都想去，是吧？我没人了噻。不是我，你刚刚才跟我说你说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所以我才要重复确定。我现在重复的是你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东西。我没法猜你在想什么，你告诉我。有假期的地方都去嘛？什么？平常参加的地方都去，还是不懂。但是像这种用到这些私家里面去组织的一些领年轻人的活动，我去我都没有多少意思了，我都不想去了。我知道你明天不去啊，我知道。下个礼拜呢，也是到私人的家，那你要不要去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可是你刚刚说啦，你到私人的家里，你们年轻人的活动你就不想去，下礼拜也是这样啊。下礼拜也是年轻人，只是我们带家属，明天也是年轻人，我们带家属，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也不懂。明天也可以用时间换饭吃。明天做的是北京焖照烧排骨。我是没听过这个面，我也没。去，当初我都去，你们说去我都去。本来就是，你要经常跟年轻人在一起，那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才认识你2年的老太太，没有这么多年，感觉好像你跟我10几年，没有。你看看你的照片，这2年是不是越来越年轻了？而且你懂的东西是不是越来越多？你手机会的功能多了，不就是为了跟年轻人天天在一起的，能够与时俱进吗？外婆开赛车的照片，你给一张给外婆，我保证，你的朋友没有一个开赛车。我开那个赛车还不是假的。你想人家连假的都没开过。我
投降，我投降。哎呀，你怎么投降不好啊？你明明知道结果了，你还得试一下。不过我佩服你的勇气，我佩服老太太的勇气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交流特别有意义，因为你2年前那个常常把自己留在屏幕前的外婆，如今已经认识了更多的人，去了更多地方，也开始学习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事情。改变没有突然发生，它只是藏在一个又一个普通的星期二、星期五和星期天里，小到一家人自己有时都会忘记。原来他们已经走了这么远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这份丰盛并不一定轰轰烈烈，有时候只是一个老人愿意再次走出家门，重新和真实的人、真实的生活连接起来。就花样太多了，把我拉出说不行，要让他慢慢来。我们是想让你生活丰富。有一件事呢，要拜托你记住，我们努力的出发点是爱你的。我知道，绝对不是想要。这一句我知道，对熊爸熊妈来说已经够了。他们并不需要向外婆证明这2年的付出究竟有多么值得，他们只是希望他知道，所有这些忙碌的背后，是因为有人爱他，有人盼望他的晚年仍然可以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生命。不然倒过来了，说正事的时候，你要说我现在讲正事，那么其他的时间我都当做你在开玩笑，你跟雪一样。我跟 TV 我们俩交流，我们都会说，哎，我跟你讲一个正事，你得给信号，你不能开玩笑，看着讲正事，我讲正事讲着讲着，你给我开玩笑，我完全不知道你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。3个人来定个默契，如果我们没有说现在我要说正事的话，就是都在开玩笑，同意吗？同意。同意。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说一次，把它印象深刻一点。我先说，如果我们以后在家里对话，没有说我现在要商量一件事情，或我们没有讲这句话的话，那所有说的话都是不用当真，听过就算。我们在家里说的所有的话都不用当真。但是如果我想谈正事儿的时候，我会跟你们2位打招呼，我说我现在要谈正事，请你们认真一点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行，你又开始想，没这样的。这个你得自己重复。就看我们每一个人的理解。哎呀，就是说，我们几个在一起说话的时候，如果是正事，都正儿八经的说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再说一次，你听听啊。说如果我们要正儿八经说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先说这一句，我们现在要正式商量了，要讲这一句要讲出来。就是这个意思吧？不是，你是说我们平时说话要谈正事了就开始谈正事，你完全没有打招呼给信号这个动作。要谈正事都打个招呼。说什么？就是谈正事了。对。要重视。对。如果没少在话，全都是不用当真，说了对，说了听了就过去了，不用当真。你要记得，你要给信号啊。同意啊，同意啊。一家人还解决了另一个相处很久的难题。很多时候，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意见不同，而是彼此根本不知道对方哪一句应该当真。既然猜不明白，那就不再猜了。从今天开始，3个人给彼此定下一个简单的约定：有重要的事情要谈，先告诉对方。我们现在要谈正事了。昨天这个家还没有这个约定，今天一场原本让3个人都很累的谈话，却留下了一种新的相处方式。他们没有突然变得更懂彼此，只是开始学习怎样让彼此更容易被听懂。也许天赋建造一个家，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不是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而是在一次碰撞以后，留下一个可以让他们明天走得更好的改变。